上就会回来的。你别走啊！你的女儿在我这儿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！你的女儿在我这儿。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请问找谁？我找杨董事长，麻烦转告他，我是于飞的妈妈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。请进。通常这不是我待客之道，今天情况特殊啊！你看家里乱的，我就得整理照片，我得好好整理整理。看得出来，您真的很疼爱叶琳。刚才听管家说，您不想见客，也是因为刚刚送走女儿一家人出国。离别总是伤感的，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年龄。那既然您舍不得，为什么还把他们送走啊？舍不得归舍不得，越是心爱，越得放手，让他们飞得远，飞得高。这才是真正的疼爱啊！李小姐，会下国际象棋吗？我那个孙女儿啊，下得很好。以她的年纪，能有那样的胆识，那样的智慧，很不容易了。更难得的是，这孩子的胸襟跟气度，绝对不输给任何男孩子。如果假以时日，用心培养，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领导人才。您是说，这样的安排，让他们出国，是为了叶琳？如果他像他妈妈那样庸庸碌碌，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，承欢膝下也就够了。但他是我将来的希望，我杨家未来的依靠。他们离开我的羽翼，到国外去生活，是磨练他们最好的机会了。我就是不舍，也得舍呀。杨家的未来，杨家的一切，那是多么大的事情！如果我把叶琳带回我的身边，
我又能给他什么呢？几平米大的房子，过着穷苦的生活，一辈子没出息没指望。我怎么能害了我的亲生女儿呢？她会恨我的。于小姐，于小姐，你没什么吧？我没事儿。这真不好意思啊，也许是因为伤感的关系，我这不知不觉当中说了许多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我到现在还没问清楚您来的目的呢。我是来告诉您，我欠您的医药费一定会如数奉还的。小事一桩。不，我一定要还，我不想欠你们杨家任何人情。另外，我想表明我的立场，我不希望于飞跟叶林再有来往。就算他们是再好的朋友，但是他们的身份背景完全不同，我担心高攀这样的朋友会让于飞的心性受影响。即使叶林现在已经出国了，我也不希望他们以后有任何联系。我能理解您的顾虑，啊。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告辞。等一等。于小姐啊，于飞是个好孩子。就算叶林与他没有成为好朋友的缘分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。姐，你去哪儿了你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跟小飞找你快找疯了？怎么不讲一声从医院跑掉呢？我说你们母女俩，你们能不能不刺激我呀？我的小心脏受不了的。哟，你不要再骂妈妈了，妈妈她能平安无事回来就已经不错了。妈，小飞，对不起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。妈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没事吧？是啊，姐，你怎么会这么生气？你别哭了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啊！啊！妈，没事的，不要哭了，没事。孩子，请原谅我的自私，我终究还是隐瞒了事实。我亲爱的女儿，
你和妈妈无缘，我必须学会放手，才能成就你的幸福。吃的什么都忘了啊！啊！现在有请张董事长剪彩。刘总智商有危险，处理一下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呀，再过来我就来跳下去！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别过来！好好说。不要过来！好好说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往下跳！退回去！退回去！不错，退回去！选在这种时机，的确造成我们的困扰。不过你要跳得准，不然以这种高度，怕死不了，换来个终身残疾，那就得不偿失。张鹤凡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往下跳！你们父子俩赶尽杀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要真能化成厉鬼，那就恭喜你，死得值。不然你的一条命，只会换来你女儿无止境的折磨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按照法律程序，查封你名下所有的财产，让你女儿一无所有。我有把握，让你女儿的下半辈子都活在你的债务阴影下，你信不信？我的事业都被你们毁了，你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呀？刘总，商场如战场，你不也不留情面跟我们对着干吗？现在却像个要糖吃的孩子一样哭闹着，不觉得可笑吗？通知公安，将他逮捕。是。车主小心！不准你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，否则我让张建军没有儿子。你笑什么？我不是开玩笑的。拿我来威胁我爸，连敌人最基本的数据都不调查清楚，难怪一败涂地。告诉公安，他持械恐吓，送他去吃几年牢粉，免得他3天2头拿自杀来威胁。是。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！放开我！
爸，都处理好了。已经跟媒体打过招呼，消息将全面封锁。今天是我们卖场第一天开张，绝对不能让负面新闻上报。你做得很好。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不要紧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向都不需要我操心。哦，对了，你去查一下，背后是不是有人主使，故意闹事儿？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好吧，没事你去忙吧。喂，张建军，你儿子在我手里，快点把钱还过来，要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小兔崽子，让廖家救你！爸，救我！你没告诉他们你不是我亲生的吗？跟他们说，我1毛钱都不可能付，大不了我再领养一个就是了。说，快点！来，快来救你儿子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听我怎么说？他是被领养的。臭小子，你真不想听清呢？哎，以为抢个宝，原来是个草。通知刘总的女儿，说我想约她见面。给你洗洗澡不是挺舒服的吗？跑什么呀？啊！来，于飞，3只小猪洗好了，带它回家。知道了。3只小猪，你的主人真有意思，明明是只狗嘛，为什么要叫小猪呢？老板，小猪好啦！好。哎呀！来，放上来。该你走了了。 3只小猪，走。好，走。哎呀。欢迎光。客人上门了，都没人来招呼的，这家店的服务态度未免也太差了吧？哟，巫婆来了！刘小慧同学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坦白说，没有。因为像你这种装潢普通、东西又廉价的店，我们见过世面的人是很难有东西看得上眼的。那就等你想好了再叫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到要买什么了，就那些吧。你确定？放心，那些东西能花我多少钱啊？我会照付的。好。对了，昨天我买了一个礼物送给夏伯母，她很喜欢，一直跟我道谢呢。谢谢你啊，不仅对宇阳一家那么好，而且连我们店的生意都这么照顾。等我把话说完，你恐怕就不会谢我喽。夏伯母说她很喜欢我，希望我能跟宇阳哥进一步交往呢。你的东西都好了，拿去吧。这什么啊？这是
狗狗经常便便后会在屁屁口留下便便的硬块，你就用这些涂在上面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抽揉掉便便的硬块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千金大小姐，我的手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跟你这个宠物店的小店员一样用这些东西啦？于飞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认清我和你之间的差别。自从3个月前我在学校杰出校友会上重新遇到宇阳哥，我就知道他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总有一天他会选择我的。500块，谢谢。你拿去，我还会再来的。随时欢迎啊！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店的超级 VIP 了。舅舅，小飞，小飞救我！老板，哎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，狗狗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啊，那个巫婆的账别忘了结。哎，慢点啊！他刚刚说谁是巫婆啊？说谁是巫婆？是说我吗？我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哪里像巫婆了？你懂不懂啊？喂，你懂不懂啊？哎，你们坐。真倒霉，要谈判刚刚掐这儿。我于强规矩是懂的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大金表大金捞，你先拿着。假的，你到底一天出来混啊？啊？不是说20分钟以后有人拿钱来呢？人呢？兄哥，我办事就是马上就到，他脚程很快的，我跟你说，连狗都没他跑得快。哎，少林寺电影都看过吧？那和尚嘛，不是领2个桶在练吗？我办事就是厉害呀！小时候帮人背书包，小学3年级就背3个书包，所以他停！我们来这儿不是想听你讲外甥女的故事，钱呢？啊，换一个，不说这个，就说我那次差点成为超级大腕儿，开始讲起吧。我跟你说，那一年，这猪头啊，把钱借给这种人，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兄哥。真不是我挑事儿啊，这小子是有点笨。哎，我稍微穿的派头点进去，吹牛，他就把钱借给我了。我真不知道这种没脑子的猪头谁生的。我生的。你亲生的？不像啊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那个谁啊，把他给我拉到后面去打一顿，我要被他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对不起啊，兄弟，不是以德服人，你不能动手。不说话呢。兄哥，哎，你别，兄哥，不就欠钱我还就好了吗？哎，商量个事儿，别打我废话，别打脸行不行？靠脸吃饭的。老板，厕所在哪儿啊？啊，这。哎呀，我这个肚子被气的。哎。先生，请问想喝点什么？给我杯咖啡。好，稍等。我到了，但我没有看到刘总的女儿。你肯定我们是约在这儿碰面吗？他来了。
人呢？坐，我们好好谈。你先说，人究竟在哪里啊？在电话里已经说过，他已经被抓了。你这种人说这种话都这么理直气壮啊？是你们有错在先，这能怪谁？要想救人，那就看你们怎么配合。配合？我还不够配合吗？你知道我跑了多远我才过来的吗？我怎么就不配合了呢？先生，您的咖啡。说吧，到底要多少钱你才肯放人？我只要一句话，这整件事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搞鬼？如果你们老实，别怪我不给情面。因为你说狠话就了不起啊？还穿的西装革履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人，就算你穿道袍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好人。从没见过像你这蛮横不讲理的女孩。废话少说，快把我舅舅交出来！好，走。老友，小飞，你终于来了，救我呀，救！老实点。小姑娘，钱带来了没啊？你们赶紧给我把人放了，要不然我就给他好看！小姐，你给我闭嘴！还不给我放人？你们就不担心你老大有危险吗？他是老大，我是谁呀？小姐，你搞错，我更不认识他们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知道你们是在演戏的，你们不要串通起来骗我啊！舅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小飞，他是谁呀？你为什么样他就可以救我呢？就是啊，这谁呀？我们又不认识他。你们不是一伙儿的吗？切！对不起啊。请问张先生是哪位？我是。你也相信我们认错人了吗？可是我们刚刚两个说话明明就对上了嘛。鸡同鸭讲，吵了一架不算对话。对不起，失陪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话，是不是也算是朋友一场？那个人家都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一定会拔刀相助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大侠别说我。我就说嘛，你看我朋友够意思吧，是吧？你看他今天现金没有带够，他就刷卡了，你知道吗？有 POS 机吗？啊！咖啡我付了。喂，你真的见死不救啊！既然你像侠女一样勇猛过人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能够解决的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请你们继续。喂，这个人先走啊！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要落在我手里。喂，小姑娘，你要不要解决一下我们的事情啊？有勇无谋。我舅舅欠你们多少钱？我还就是了嘛。 5万，带够了没呀？ 5万就5万，我这里现在有2000块钱，剩下的给我2天时间，我筹给你。小姑娘，你开玩笑吧？你们要是跑了，我到哪里去收钱嘛？你放心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这里头呢有身份证，身份证上有地址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还不放人？滚！ 我们走。等一下，他装大爷骗我钱，害得我被我老爸海扁一顿，不出了这口恶气，我以后怎么混啊？叔叔，你都打了我那么半天，我现在还浑身疼了，这还不够啊？不够！行，想出气是吧？我成全你们。你要干嘛呀，小飞？舅舅，忍着点儿。 不是你干什么，小飞？小飞啊！小飞，你别动！你别给俺动！哎，别吵大爷！你别给俺动！哎，别吵大爷！哎，小飞，小飞！行了吧？你们满意了吧？出气了吧？可以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以后再来找我舅舅的麻烦的话，
走。哇，这姑娘要是不出来混，这太浪费了。血压、脉搏都很正常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谢谢你啊，于洋。月姨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嘛。哦，对了，气管扩张剂好像快用完了，过2天我再帮你送新的过来。老是让你破费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月姨，我是医生，从公司买药比你们平时买药要方便啊。况且，那也没花我多少钱啊。我们回来啦。回来了。宇阳。倒霉，咱们书呆子来了。啊，你过来帮我妈看病啊？我妈身体还好吧？很好啊。我今天刚好没有班，所以顺道过来看看。玉强，你头怎么了？怎么缠着绷带啊？刚才碰到一个老朋友，带我去医院试了个镜，一大制作，超豪华阵容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男主也很棒的。对，我特别喜欢他。不小心受了个小伤，没关系的。强叔那个伤，要不我帮你看看？要是感染的话就不好了。啊，不用，有一费。对，我帮我舅舅绑就行了，没事的。我习惯他的手法了。可是你的绑法迟早会掉的，来，我帮你重新绑。我来就行了。我没事，真的不用，我帮你来，我帮你重新绑。真的不用了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来，我帮你来。我都说不用了，书呆子。没事了，没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老实说。这不没什么嘛，就大制作，我都为艺术献身，我就。你糊弄谁呢？以你的个性，要是受了伤，你早就嚷嚷起来了。小飞，你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说呀，说呀！哎，好了，你别逼小飞了，我说吧。我不争气，在外边惹了祸，欠人家钱还不上嘛，所以他们就把我眉毛给剃了。老姐，你别生气，反正眉毛能长起来的嘛。欠人家多少钱？妈，没事的，钱我们已经还上了。你到底欠人多少钱，要下这样的狠手？5000。小飞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够多了，你存的那点钱，我是希望你留着结婚以后用，不能花在这上面。你舅舅欠的钱，我替他还。妈，别说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雨飞，你看这里，哭哭脸，笑笑脸，哭哭脸，哎，笑笑脸。都当医生的人了，还玩这种把戏？这把戏可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你教我的。小时候的事情谁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其实，我不是为我舅舅的事情难过，而是因为我妈。月姨没怎么。我觉得这几年她对你挺好的。我妈她是改变很多，她不像小时候那样对我冷淡，有时候甚至还主动关心我。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怪怪的，不管我怎么做，我们都不会像其他母女那样亲。就像刚才啊，明明她可以因为我帮舅舅隐瞒的事情大声骂我的嘛，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说不想用我的钱。我的钱就不是家里面的钱吗？他是不是把我当外人啊？雨飞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嘛。月姨本来就不喜欢跟人热络，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就认定她跟你不亲。齐心怡的付出，她早就感受到了。这几年，她也很努力的对你好啊。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说的也对，希望是我胡思乱想了。我这辈子最想得到的就是我妈妈的爱。可是这件事情
总是让我患得患失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有我啊。只要有我在，我会永远永远爱着你。哭哭脸，跟你求敲一个好不好？来，敲一个。哎，敲到了啊，那不许再不开心了。笑了笑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突然出现在我手上了。回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妈，于飞是特地来看你的。夏妈妈好。空手来的哈？你看人家小慧送了一大堆礼物过来呢，你呢，空着手，还专门挑人家吃饭的时间来。你是想看人家的菜色呀，还是想看脸色呀？妈，宇阳，夏妈妈，你教训的是，的确来人家家里不应该是两手空空的。你放心，我记住了，下次来我一定带礼物给你。于飞，宇阳，你好好陪夏妈妈吃饭，你多吃一点，把我的份儿也吃了啊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吗？不用了，我担心我舅舅和我妈他们俩又吵起来了。夏妈妈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改天见。以后不见啊，是最好。妈，你为什么这样对于飞？你明明知道我很喜欢她。可我不喜欢呀。家里穷，还没身世背景，更何况还是一个私生子。那跟我喜欢于飞无关。宇阳，妈是希望你能找一个对你将来事业有帮助的女孩子。咱们家都穷了一辈子了，好不容易在你身上看到点希望，你又拖着于飞那一大家子人增加负担，你干脆听妈的，跟于飞分手，跟小慧好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赚到钱的，但你不要为了这个理由逼我放弃我喜欢的女孩子，可以吗？别以为你当了医师就能平步青云，等你以后没钱没地位，吃了亏，再后悔没听妈的，那就晚了。宇阳，宇阳，没事的，以后会好的，以后会解决的。哦，差点忘了要去给爷爷寄贺卡的。这些资料我会看完，明天开会的时候一并讨论。就这样。有猴子肯定就得有果子，我们吃饼都会掉芝麻，那猴子肯定也得会掉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果子了，我们有果子吃了。石头，你帮我拿！快走！15年了，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如果当年我不是立刻被送出。